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今天说一下揉面的方法，教大家怎样更快更省力的把面团揉出筋道。咱们今天用的是一块发面，因为发面呢相对比较难揉，尤其是这种发的比较透，而且里面的气比较多的时候，咱们像这种揉面呢，第一种方法，先把整塊面团平着压一下。怎么压的时候呢，尽量把每一个地方大块的都要给它按下去，然后像这样反复的往下直接用力按压，不要用力往前推，而是向下用力。如果你往前推，很容易把这個面筋撕裂，到最後呢，咱們做出來的面點呢就很容易出現問題。所以在揉面的時候呢，最關鍵的是向下用力，而不是說你像搓衣服一樣來回的搓拉。第一個方法揉面呢其實蠻簡單，最關鍵的就是向下用力，把整個面團按得越圓越好，做出來的狀態呢就像這樣。後續只需要把力道減輕，然後把它收成型。第二種方法，咱們需要把面團切開，然後把面團變小，這時候呢咱們的力道會使得更好更勻。咱們揉的時候先向下捲回來，再向下，主要目的是把這個面拉長，這樣可以鍛鍊面筋的彈性。其實就像平時做運動之前咱們的熱身是一樣的，讓筋充分的拉開，這樣你揉面就會更快。咱們像這樣反覆的揉搓，把面團變長，然後再折起來，這樣就能更快的讓面筋成型，而且做好的可塑能力呢也更強，包括它後續發酵成型，整個的狀態呢都不會過空，連接也會比較緊密。同樣揉搓好之後，咱們後續要減輕力量，時常撒乾粉，然後收攏成型。這個方法如果用在死面上其實更快，可以避免面筋斷裂。接着是第三種方法，咱們把這個面團變長，然後每次前推後捲，這樣可以反覆的讓這個面筋呢彈性來回伸縮，這樣也可以更快的讓面筋起到作用。並且這個面團越揉感覺越水潤，就說明這個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如果說你感覺這個面呢越揉它的裂紋越大，就說明咱們前期揉面的時候這個面筋沒有得到充分的拉伸。所以咱們這種方法呢就是反覆的讓面筋來回的伸縮，包括前面兩種方法都是一樣的，主要目的就是讓這個面筋的伸縮能力變強，這個筋就更容易出現。並且咱們前期在揉面的時候這個力度呢要大，面團越光咱們後期力量越小，要學會這個減力，不要全程使用蠻力，那樣只會讓面越揉越壞，做好的東西也更容易出現問題。每一種方法揉面的結尾都是要減輕力量。揉好的面團咱們檢測出筋狀態也很簡單，直接把這個面搓長，然後放在一塊，它只要不回縮，而且摸上去比較潤，拽一下整個面不是很緊，就說明這個面筋出來了。如果恰好和這些相反，說明咱們揉面還不到位，要繼續揉面。面揉好之後的處理就比較簡單，咱們稍微撒一點乾粉，直接搓成這樣的長條，特別輕鬆，而且呢粗細也比較好控制，這就說明整個揉面的過程就沒有出錯。然後咱們不管是做饅頭做包子都是 OK 的。最關鍵的是咱們前期揉面的方法一定要對，才更省力也更容易出筋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，感謝大家的觀看和支持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